我对杏仁酥情有独钟。祖父曾言，世上顶尖的厨子都聚集在皇宫里，于是我便进了宫，混了个秘节鱼的名头。祖父所言非虚，这儿的杏仁酥确实堪称一绝。可他没提过，这儿还有个趣味十足的侍卫。陛下每月来我这7、8回，但他心里并没有我，嫌我粗鄙，不够端庄。名门闺秀无论何时都该保持仪态，即便身处寝宫，也要恪守。偏偏我贪嘴爱闹，为了些许好处就能低头，见到新奇点心便挪不开步子，一看便知不是什么正经性子。我偷偷活动了下发麻的腿脚，背过身，悄悄翻了个白眼。这种话他回回都要念，倒显得他自己多要正人君子。明明先逗我的是他，那些俏皮话也是他一句一句教给我的，否则我一个清白姑娘家哪会懂得这些。每次哄我开心了，就偏要说些煞风景的话，把我踩得一文不值。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人，他还能比我高贵到哪儿去？还真当自己是丹龙金乳酥，浑身贴满金箔了。我琢磨他是存心打压我，要不是冲着杏仁酥，我才不愿踏进这宫门。陛下见我半晌没反应，不满地推了推我的肩。姚玲，朕知道你醒着，不许装睡不理朕。陛下说的是，全是我的不是。陛下这才满意，闭目养神。我摸着空落落的肚子，轻手轻脚溜出寝殿，临走还不忘回头狠狠瞪他一眼。要不是陛下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也不至于错过刚出炉的杏仁酥。薄秋悄悄递上一盏茶，小姐润润嗓子。就着最后一片杏仁酥，咕咚咕咚灌下肚，总算舒坦了，真是美味啊！我忍不住感叹，祖父果然没哄我。若是不必伺候那个口是心非的陛下，这宫里的日子简直逍遥赛神仙。不过陛下倒也不是全无用处，至少他的存在时刻提醒我还活在人间。替陛下研墨时，我满脑子都是御膳房新捣鼓的花样。蛋黄杏仁酥一个走神，墨汁便溅上了陛下的袖口。陛下一个机灵，那双龙眼合适的眼珠登时蒙上一层薄怒。我下意识捂住嘴，不敢叫屈，老老实实听他训话，无非又是翻旧账，数落我品行不端之类，末了还要罚我禁足。我无所谓的翻了个白眼，禁足就禁足，正合我意，省得我早起请安，也懒得跟人打交道。这下总算有了名正言顺偷懒的由头。更何况一禁足就不必去御前听差，足足1月不用伺候那个阴晴不定的陛下。这么一想，接下来1个月简直美滋滋，日子又轻又柔，像甜丝丝的泡泡油膏。陛下见我这副乖顺模样，嫌我不哭天抢地的认罪，便使出了绝招，勒令御膳房不许再给我送点心。我的心咯噔一响，碎成了满地爆米花。陛下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您可不能断了我的吃食啊！情急之下，我想都没想就抱住陛下的大腿，求他收回命令。这下可好，把陛下拽得一个趔趄，还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得干干净净。陛下狼狈地稳住身形，冷冷一笑：往后你再犯，朕就断了你的点心。这世上怎会有这般狠毒的话？倘若进了宫，连饭都吃不饱，那当着劳什子婕妤还有什么意思？倒不如回家嫁个寻常百姓，做正妻。薄秋悄没声息地放下今日的饭菜。娘娘，陛下只是停了您的点心，饭还是照常的。他不懂我心中的念想。我摇摇头，每样菜只尝了2、3口，便让他端下去分了。肚子虽填饱了，心里却是凉的，像寒冬腊月连灌3大壶冷茶，寒意渗入骨髓。没有杏仁酥的日子简直乏味至极。若是连枣泥糕、豆沙卷、樱桃煎、米花糖也一并没了，那活着跟死了怕也没什么两样。我将身边伺候的人统统遣走，独自坐在明光宫的门槛上，支着下巴望向甬道，心里巴望着哪个过路人能不小心掉出一块点心。就这么枯坐了整整3天，来来往往的人都得数不过来，可点心的影子连渣都没瞧见。想想也是，点心到手早进了肚子，谁闲得没事揣着包点心去当差呢？娘娘，天都黑了，回屋歇着吧。你先去吧，我还想再瞧会儿月亮。他仰头望了望天，月影风急，连颗星子都见不着，叹了口气便转身离开了。我满心失落地看着乌沉沉的天际，连个能当弯月酥替身的月亮都寻不到。慢着，杏仁酥的香气。我抽了抽鼻子，视线一下子锁在换岗的侍卫那边。今晚实在暗得厉害，借着灯笼那点微光，我勉强看清新换岗的侍卫，身量修长，肩宽腰窄，在一众侍卫里格外醒目，像鹤立鸡群似的。但这些都不打紧，要紧的是他身上竟自带杏仁酥的吻。就算吃不上正经的杏仁酥，闻一闻这不正经的香气，也能哄哄我那馋得发疯的肚子。密娘娘，再往前走就出明光宫了。双腿像是不受控制，等我回过神来，那杏仁酥侍卫已停在我面前。我狠狠吸了口气，确认鼻子没出错，他身上确实飘着杏仁酥的香，活脱脱一个会走路的巨型杏仁酥。莫不是杏仁酥听见我日日夜夜的念叨，成了精板？我抬眼打量他，面容如玉，五官精致又温润，隐约有几分眼熟。不过我只当是自己对杏仁酥朝思暮想产生的错觉。我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，
杏仁酥侍卫眨了眨眼，凤目清澈，在我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透着杏仁香气的纸包。娘娘，可要来点宵夜？要的。纸包里整整齐齐码着杏仁酥，杏仁独有的焦香混着酥皮淡淡的麦香，蜜甜温润，一点也不腻人。好吃吗？嘴里塞得满满当当，我拼了命的点头，好吃的没话说。久旱逢甘霖，也不过如此吧。那我明日当值再给娘娘烧一份。我停住咀嚼，怔怔地望着他，感动的眼眶都有些发热。素不相识的一个侍卫都这般待我，偏偏我天天伺候的陛下是个没心肝的。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万一被人撞见了，娘娘只管说想不想要。当然是想得不得了。他凝视着我，眼底浮起浅浅的笑意，压低了声音，轻得像在哄人。娘娘想要，娘娘就能得到。他这动作把我吓了一跳，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，拉开距离，可脑子里还是晕乎乎的。他该不会真是杏仁酥成精吧？不然哪会对我这么好？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变着法子给我弄来各种口味的杏仁酥，连我最爱的许御厨亲制的杏仁酥他都搞得到手，这份本事实在叫人佩服。解禁前一天，我照常和他碰面，见他手里那包沉甸甸的杏仁酥，便开启了一天里最舒心的时刻。娘娘，明日我便不来了。这是为何？我放下手里的吃食，侧过头望向他，他凑到我身侧坐下，说是轮值有变，往后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再到明光宫来了。莫名的心口泛起一丝涩意，像是不留神嚼了块苦瓜，连带着整个人都染上苦味，就连那香酥可口的杏仁酥也失了滋味。我若不来，娘娘可会惦记我？自会。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，那困顿之际递来的一块杏仁酥，我岂能忘怀？那侍卫勾起嘴角，似是对我的答话颇为受用，随即做出个颇为出格的举动，伸手抚了抚我的发顶，见我没有闪避，笑意越发深了。我唤作不输，娘娘可要牢牢记住了。不输，这名字古怪得很，怎不干脆取名叫做赢？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牵过我的手，用指尖在我掌心一笔一画写下个书字。哦，原是此字，可也透着几分古怪。我都把名儿告诉娘娘了，娘娘是不是也该回我一份？我割下手中的杏仁酥，照着他的样子，托起他的手掌，在上面写下我的名姓。幼灵。说不出缘由，只觉得这名字经他唇齿念出，倒是颇为悦耳，恰似春日里饮下一盏蜜水，暖意融融，令人舒心。原来娘娘是轮小太阳了。解了禁足的头一日，陛下便带着各式点心前来，杏仁酥、云片糕、樱桃煎。我两眼放光，忙不迭地尝了起来。这个味道佳，那个也不赖，御膳房的手艺自然无可诟病，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想明白了，是少了个为我递点心的人。我愕然回头，只见陛下已放下茶盏，倚在榻边，抬眼示意我夜色已至，该歇着了。可天边余晖犹在啊，本想开口，又怕他动怒责罚，只得满心不甘的将手里的焦糖杏仁酥囫囵塞入口中。夜深人静，陛下心满意足的打起了盹。我小心翼翼的开口，嗓音软糯的讨饶道：陛下，明日的请安我能否免了？怕皇后？那倒不是，纯粹是懒得动弹，不愿早起罢了。可陛下向来勤勉，必不愿听这般实话。我思忖片刻，扯过他的袖角，轻轻晃了晃。腿麻，起不来身。没出息！陛下言语间尽是嫌弃，可那面上的笑意却藏也藏不住。不歇着又想做什么？肚子饿了，想吃些东西。放久的点心就不酥了，我得趁早吃下。陛下无言以对，眼中的嫌弃又浓了几分。朕当真怕哪日你为了一口吃的就把自己给卖了？不必怕，眼下不就是吗？躲得过一时，避不了一世。该起身的日子终究逃不掉。好在这一趟也不算白走，皇后娘娘宫里的点心委实可口。今日摆上的是桂花蜜藕、豆沙卷、芙蓉糕、玫瑰奶糕，连那盏茶都是我心心念念的杏仁蜜茶。若能将请安的时辰改到正午，不挪到黄昏时分，那我必定每日准时报到。旁人都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，低声细语聊个没完，我却埋头专心对付桌上的糕点，唯恐皇后娘娘提前下了逐客令，白白糟蹋了这些美味。大约是我与皇后娘娘心意相通，她今日话格外多，倒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，把碟子扫个精光。临告辞时，她瞥了眼我面前空空如也的盘子，说是小厨房的点心备多了，问我可要带些回去。当然要的，我忙不迭的应声，接过宫女手中沉甸甸的食盒。皇后含笑瞧了瞧我圆滚滚的肚子，忍不住叮嘱道：点心虽好，可也别贪嘴，伤了身子就不划算算了。晓得了，回头我就去御花园转悠2圈消消食，娘娘只管放心。怪不得陛下这般喜欢你，蜜妹妹性子活泼，谁见了不欢喜呢？才不是那样，陛下老嫌我不好呢。这不也不知是哪个多嘴多舌的，把我从皇后这儿顺点心的事儿捅到了他跟前，他就故意惹人嫌，非要我顶着大太阳去搬家。我最怕干活，尤其是陛下口中那个什么红袖添香，说白了
不就是杵在那儿磨磨吗？在我看来，跟罚站没啥两样。不对，罚站好歹还能走神，磨磨可不行。一走神，手上就停了，准备陛下敲脑袋，可目不转睛盯着墨条吧，又总叫我联想到墨子苏，馋得心痒痒。我抹了把汗，抬眼竟瞥见一个眼熟的身影，逆着光瞧不清面容，可那宽肩窄腰的轮廓我再熟悉不过，更何况空气中还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杏仁酥香气。我舔了舔下唇，故意绕了段路，果然是不输。他自然也瞅见了我，原本板着的脸瞬间绽开笑容，活像熟透了裂开嘴的石榴，唇红齿白的模样，又让我想起那殷红的樱桃和雪白的糯米圆子，好想吃。不输眉头一挑，唇角的弧度也跟着上扬，竟比平日里那副温润君子的模样还要撩人几分。娘娘，薄秋见我突然顿住脚步，一脸不解的轻轻推了推我，忽然馋那冰雪樱桃冷圆子了。我舔了舔嘴唇，我只晓得再不进去，陛下动了气，没什么好果子吃。哦，我不无遗憾的瞄了不输一眼，往常黑灯瞎火的还真没留意他，没眼生的这般精致，陛下也真是心狠。大热的天让他处在外头站岗，实在糟蹋了这副好皮相。耀灵，你发什么了？陛下冷不丁冒出一句，吓得我差点把手里的墨条甩飞出去。我就说吧，嬷嬷准得挨训。再走神。我陪着笑，冲陛下咧了咧嘴，哪里敢说，方才脑海里一晃而过的是不输那张俊脸，比陛下那张脸还耐看几分，在一众侍卫里格外扎眼。陛下沉着脸，一把捏住我的脸颊，那力道大得像是恨不得把肉从我脸上拧下来。朕真该想个法子，好好治治你这走神的毛病。我心里一紧，生怕他嘴里蹦出什么进点心这种丧尽天良的话。幸亏皇后娘娘来得及时，像场及时雨一般，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捞了出来。不输怕是疯了，深更半夜借着换岗巡逻的由头绕到我这儿，就为了给我烧一盒点心。就算他活腻歪了，我可还想长命百岁呢。责怪的话还没出口，我的目光就被他带来的点心勾了去，竟是从未见过的稀罕物，外皮金黄酥脆，有点像烤鸭，可又不完全是。这是外头新出的花样，叫芋泥香酥鸭，尝尝看。简直太美味了！这般精巧的点心，御膳房里竟无人会做，实在太过可惜。这一瞬间，我望向不输的目光简直在熠熠生辉，他与我就是神明般的存在。可合你口味？嘴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连话都吐不清晰，我唯有拼命颔首来表明自己的欢愉。不输眼里盛满了纵容的笑意。那往后我仍旧给你烧了。我陷在他那双潋滟生辉的眸子里，不自觉地点了点头。待他离去之后，我才猛地回过神来，咱们这般举动算得上是背着人偷偷见面吧。一男一女同处一室，一旦被撞破，必定会招来重惩。然而祖父既然敢将我送进宫来，想必也深知我的秉性，他都能坦然面对这提着脑袋过活的日子，那我自然会尽力，盼着人人都能长命百岁。老天爷果然眷顾我，这一个月里不输前后来了10来趟，竟从未被人察觉。吃饱饮足之后，我抚着撑得滚圆的肚皮，思绪渐渐飘远。侍卫的月俸也不丰厚吧？你莫不是把全部积蓄都耗在我身上了？不输点了点头，手掌一寸一寸的靠近，最终附上了我的面颊。他的掌心带着几分粗粝，硌得脸颊微微发疼。原本攒着娶媳妇的银两，全花在蜜娘娘身上了。蜜娘娘可得陪我一个媳妇才行。或许是日子过得太过惬意，又或许是彼此都心领神会。总之待我回过神来，整个人已经和他并肩坐在一处。别说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妙处，比陛下那种老古板有趣多了。陛下近来政务缠身，不输便总是寻着空隙来陪我，说话前闷。他不乐意总闷在殿内，便拉着我寻那些僻静的角落说话，连锦鲤池畔的小凉亭也未曾放过。仗着自己轻功了得，便毫无顾忌，偷摸行事，却又格外欢畅。耀灵，你说是我好，还是杏仁酥好？那还用问，自然是杏仁酥。我与杏仁酥那是打小就结下的交情，至死不渝。若不是杏仁酥从中牵线搭桥，我才懒得认识他是哪号人物。道理虽是这么讲，可真照实说出来，难免伤人。横竖杏仁酥也不通人情，那就不输伸手遮住了我的眼睛。耀灵，动歪心思的时候，眼珠子别转个不停。那若是我与陛下相交，你更偏着谁？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不输，压根没有可比之处。倘若我入宫之前便识得不输，兴许我就不遵祖父的心意进宫了。耀灵真听话。他眉眼弯弯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不经意间却压塌了一片牡丹花丛。我失神了片刻，这才想起那花是皇后娘娘的心头好，明日一早若被打理花丛的宫女瞧见，定会细细追查一番，届时又是一通折腾。别压着花。不输倒是听话，理了理衣裳，将我带到了树丛后头藏好。谁在那儿？骤然响起的女声差点将我魂魄吓飞，脑子刚反应过来，手已将不输推搡开，示意他赶紧想法子。不输低垂着眼眸轻笑，那细长的眉眼勾魂夺魄，
活脱脱一个勾魂摄魄的俏郎君，就那样愣愣地立着，仿佛被我的眼神定住了身形。脚步声越逼越近，灯笼摇曳的烛光一寸寸照亮了牡丹丛。此刻想逃已是无路可退，可要我坐以待毙，我又心有不甘。我没出息地瞪了一眼呆住的不输，用口型示意他先钻进树丛，又狠狠在他腰间拧了一把。不输吃痛，才不情不愿地躲了进去。蜜婕妤，来人正是周昭仪身边的大宫女翠浓，提着灯笼满脸疑惑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侧身让出了身后的周昭仪等人。蜜妹妹，这么晚了不待在寝殿里歇着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？周昭仪抬手示意我起身，别一直傻坐着。我低着头，用帕子轻拭眼角那并不存在的泪痕，声音带着哽咽：周姐姐，我脚崴了，起不来。晚膳那会儿多用了2碟点心，肚子胀得难受，便想着出来走走消消食，谁成想被块小石子绊了一跤。亏得遇上周姐姐，不然我就只能爬回去了。我在翠浓的搀扶下踉跄着站起来，泪眼模糊地朝周昭仪道谢。好在平日里贪吃的性子早已深入人心，她倒没起疑，只是看我的目光透着几分无奈，像在看个不懂事的小丫头。就算要出来，身边也得带个宫女。她与翠浓一左一右搀着我，缓缓朝寝殿方向挪步，根本无暇琢磨我方才为何绕了条远路回来。我听周姐姐的就是，看来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，可面子却丢了个干干净净，被周昭仪数落一通不说，第二天一瘸一拐去皇后娘娘那请安，又成了众人眼里的反面教材，被拿来当典型说事。我垂着头，脸颊烧得滚烫，一句话也不敢接，只闷声往嘴里塞点心，想用杏仁酥的甜味冲淡心里的委屈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皇后娘娘话音刚落，我刚好咽下最后一块杏仁酥，正抬手示意薄秋扶我，却听皇后又补了一句：蜜婕妤留下。完了，她该不会是想追究那片被我压倒的牡丹吧？不输，我可真没白吃你的东西，全替你扛了这口锅。蜜婕妤入宫有几年了？回娘娘3年了。我不明白皇后娘娘为何突然提起这个，却还是规规矩矩低头作答。余光却瞥见桌上不知何时又多了一碟蜜糖杏仁酥，悄悄摸了一块攥在手里，心里顿时踏实了几分。皇后娘娘含笑问起我的身体，我压根没听出话里有话，还傻乎乎的当场给她来了个后空翻，表示自己虽然吃得多，但身子骨硬朗得很，大可放心。只是脚上有伤，落地的时候姿势实在有些狼狈。娘娘脸上的笑意险些绷不住，索性把话摊开了讲：你入宫的日子也不短了，既然身子没什么大碍，也该琢磨着要个孩子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娘娘留我是为了这事，难怪最近每次请安散会后，她都会点名留人，说的想必都是绵延子嗣的事。可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女人说了算，要是真能单靠女子就成事，那宫里的孩子早就多得像芝麻糯米糕上的芝麻一般数不清了。前年郑贵人生了3公主，偏赶上出天花没留住，去年方美人有了身孕，还没满3个月就小产了，今年眼瞅着过了大半年，愣是一点喜讯都没有。可见问题多半出在陛下身上，他比我整整大了12岁，到底年岁不饶人，经历大不如前。旁人常年待在宫里，瞧不出端倪，可不说往那儿一站，衬得陛下老了不止1星半点。我低着头，生怕娘娘看穿我心里那些大不敬的想法，眼珠子转了又转，最终还是把满肚子见不得人的话咽了回去。娘娘说的是，臣妾一定好好努力。娘娘颇为满意，让人给我装了2大盒点心，还叮嘱我好好养伤，这几日就不必来请安了。太好了，总算可以名正言顺的睡懒觉了。疼不疼？不输这胆子简直大的没边，昨夜差点被人撞见，今晚还敢顶风作案。不过这回他倒是老实，没打算再往外跑，这会儿正蹲在床边替我抹药，说是什么家传的秘方，治崴脚这种小伤灵得很。我压根儿不信，若真像他说的这么神，还当什么侍卫，干脆去做神医得了。不输也不与我争辩，只是笑了笑，反复叮嘱我按时上药，别没事到处瞎溜达。我心里不服气，抬起没受伤的右脚踹在他肩头，气哼哼地追问：要不是你，我深更半夜出去撞鬼吗？昨晚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不是说自己耳朵灵得很吗？怎么人都到跟前了，你连个动静都没察觉？该不会是你当值时走神挨了训，心里憋着火，还故意拉上我一起冒险出气吧？不是握住我的胳膊，面色沉静，可说出口的言语却叫人胆寒。周昭仪没什么靠山，就算她瞧见了也掀不起风浪，你就怕成这副模样？你满口胡言！他伺候圣上这么多年，还诞下2皇子，怎么在不输嘴里就跟草芥似的？我瞧他8成是中了邪。不输一眼看穿我的心思，随手把玩着我腰间垂下的穗子，随口道：朝上为立储争得不可开交，2皇子连个名号都派不上，
眼下最受瞩目的储君人选是皇后娘娘抚育的大皇子，性子沉稳，局长又占了些嫡出的便宜。不过圣上更偏爱贤妃所出的四皇子，既是最小的儿子，又生得机敏伶俐，深得圣心。圣上拿不定主意，害得两边闹得不可开交。我伺候笔墨那阵，好几次撞见圣上气急败坏的摔折子。最凶的一次，圣上压根没避着我，张嘴就骂皇后娘娘教子无方，养出的儿子竟敢跟弟弟争位。常英实在可恨，人当真是任人摆布的软石子，动不了常家，还奈何不了他。那咬牙切齿的口气，听得人脊背发凉，哪像夫妻，简直是冤家对头。我手一颤，墨汁剑上奏折，登时把圣上的火气引到我身上来。他想都没想，抬手就要扇我，我本能的往后缩脖子，捂脸瘫坐在地上。圣上一愣，愣愣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看我的反应，一时竟也没弄明白到底打没打中。打那以后，我就躲着不去御前伺候，寻了个由头说身子不适。接我班的是周昭仪，她冷落了好些年，不知怎么突然又得了圣上的青眼，连那不成器的二皇子也跟着沾光，被拿来打皇后娘娘的脸。说到底，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妃嫔到底是不一样。算了，不说就是个侍卫，哪懂这其中的门道。你要是真不放心，不如咱们也生一个。我抬手拍了他一下，咱们的孩子没名没分，见不得光不说，简直是拿全家人的命去赌。叔咂了咂嘴，瞧他又想拽我的手，我嫌弃的闪开，说话就说话，动手动脚的算怎么回事？等圣上驾崩了，宫里没孩子的妃嫔日子就难熬。圣上虽说不年轻了，可也没到快咽气的地步，我才不信不输这张嘴。你净说些我不中听的话，皇后也别来了。转眼又是1年盛夏，知了叫个没完，吵得我吃不下也睡不香，连最爱的那口杏仁酥也没了胃口。薄秋几次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，在我又放下杏仁酥叹气之后，他终于憋不住。娘娘给您这个月月事迟了3、4天，怕是……我心里猛地一沉，不敢琢磨他没说完的话，可该来的噩耗还是从张太医嘴里说了出来。我当真有了身孕，1个多月了。我掰着指头算了半天日子，怎么算都觉得跟绿头牌上的日子对不上。这孩子该不会……准是，宫里好些年没动静了，圣上怕是早就不行了。我低头看着平坦的小腹，塞满杏仁酥的脑子忽然被野心烧了起来。要是能顺顺当当把孩子寄到陛下名下，那我的后半辈子也算有了盼头。先帝驾崩后，伺候过他又没子嗣的太妃们全被挪到寿安宫，吃穿用度只够勉强糊口，想点个合口的菜都得掏不少银子。闭上眼想想，我就觉得那日子实在没劲。可现在有了转机，要不要赌一回？赌我能顺顺当当把孩子生下来，赌孩子长得像我，赌赢了一路顺遂，赌输了全族跟着陪葬。这念头在脑子里只转了一下，就被我赶紧掐灭。那下场太惨了，日后连个给我上坟的人都没有，更何况不止一个人叮嘱过我，我不是撒谎的料。杏仁眼一转，坏心思就被人看穿了。既然没这个命，那我只能赶紧把这桩心事给了结了。娘娘千万三思啊！薄秋觉得可惜，只说隔了这么短短几天，未必不能糊弄过去。我坚决摇头。看出我更在意自个儿的小命后，他立刻换了套说辞，拿药石伤身来吓唬我，正好戳中我的软肋。我只盼着这桩麻烦能早些收场，可不想把自己也赔进去。翻来覆去想了半晌，还是觉得该把这事告知不输，让他替我琢磨个稳妥的主意。巧得很，他近来一直在明光宫当值，要找他也费不了多少功夫。耀灵，咱们就把他留下吧。不输欢喜的不行，要不是惦记着我腹中的孩子，怕是能抱着我转上一整夜的圈子。他犯了糊涂，可我脑子还清楚得很。不成，孩子又不在你肚子里，你自然不晓得其中的凶险。要不是张太医是他引荐给我的旧识，这2年相处下来也算有些默契。只怕我怀有身孕这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真到那一步，一番同时，指不定就要……不就差个几天吗？再说同时也不是没法子改，我姐姐就能办到。我怔住了，她除了有个当太医的故交，竟还有个做同时女官的姐姐，这还真是满天下都认的人啊！耀灵，留下他吧，算我求你了。我偏过头，不愿瞧他那副恳求的神色，淡淡开口：“万一这孩子真是陛下的，那你岂不是……”陛下。他冷哼一声，眼里尽是轻慢。耀灵，你摸着良心说，陛下待你当真比得上我吗？答案明摆着，看来确实是我多虑了。那你得尽快给我个准话，我只等你3天功夫。不叔笑着在我眉心轻点了一下，语气轻快：“用不着那么久，我姐姐可厉害了。”第2天清早，又眼皮便跳个没完。本就心虚的我，总觉得要出什么岔子。果然，未时刚过，皇后娘娘忽然传我觐见。才踏进殿门，便瞧见不叔垂手跪在那里，露出的手背红肿不堪。余光不经意扫到他脸上，更让我心头一颤，一道红痕从左眼一直延伸到嘴角，看着像是挨了刑杖。莫不是他买通女官改童时的事露了馅，扛不住审问，就把我给供出来了。陛下说的没错，
我果然是为了一点吃食，就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了。来不及细想，膝盖已经不由自主的咚一声磕在地上，也顾不得疼。我拼命搜刮着能用的说辞，生怕迟了一步脑袋就要搬家。布叔被我这举动吓了一跳，挣扎着想扶我起身，可这时候我哪敢让他碰我，恨不能在我俩之间隔出一道银河来，离得远远的才好。妖灵，你身子虚，先站起来说话。我连连摇头，万万不敢。眼神一转，瞥见皇后娘娘身前搁着的鞭子，霎时记起又是听过的那些传闻。皇后娘娘是常大将军的长女，承袭了父亲一身好功夫，11、12岁就能上阵杀敌。初到京城那阵子，便挥着鞭子教训了一众对她冷言冷语的闺女，成了京中连名字都无人敢提起的人物。只是京城里新鲜事层出不穷，10几年前常家长女的威风旧事早已被时光掩埋，如今人们记住的只有眼前这位端庄贤淑的常皇后。密结鱼，你起来吧。皇后娘娘发了话，我也不敢不从。借着布叔的搀扶，才勉强站稳了身子。抬眼一望，正瞧见皇后娘娘翻看着同时，完了，这下是真完了。布叔朝我微微摇头，示意事情还没糟到那个份上，至少没我想的那般不可收拾。也不知熬了多久，皇后娘娘总算合上瞳时，对我下了最终的决断。无事，太医院的太医们医术虽好，却还没到神医的地步，察觉不出那几日的差距。我脑子一热，忍不住多嘴追问了一句：那万一遇上神医诊脉，岂不是……皇后娘娘凤眸微垂，目光里透着与布叔如出一辙的冷淡。就算真有神医，他也不会来给你诊脉。那便好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稳稳落回肚里，像大暑天灌下一碗牛乳冰酪那般舒坦。人被安顿在铺着软垫的椅子里，思绪稍定，又猛地记起人跪得笔直的布叔，刚落下的心顿时又悬了起来，像被冰棱硌到牙根，忍不住蹙了蹙眉。猛然间，我瞥见布叔低垂的侧颜，竟与皇后娘娘有5、6分神似，难怪头回见他时便觉得眼熟，只是一直想不起他像谁。如今总算明了，他生的正是皇后娘娘的眉眼，只是这两人在此之前从未并肩而立过。一切豁然开朗，为何我受罚时，皇后娘娘总能及时赶到解围？为何陈琦请安时，案上总摆着我最爱吃的点心？为何布叔信誓旦旦说他姐姐能改同时？皇后娘娘见我已然想通，轻轻点头，嘱咐我安心养胎，万事有她担着。可陛下呢？密介于是信陛下，还是信本宫？这还用问吗？那就听本宫的。陛下金口玉言，只要我平安生下孩子，不论男女，都敬我为昭容。嘴角的笑意刚想绽放，又硬生生收了回去。我满心担忧地劝陛下，莫忘了按时服药，保重龙体要紧。哪怕不敬畏，我也毫无怨言。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，他已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若非太医院众口一词说陛下只是偶感风寒，我真要怀疑他患了什么不治之症。陛下对我这番态度颇为受用，抚着我的手，连连点头。该尽的位分还是得尽，朕亏待不了你。我与陛下才说了片刻话，有面熟的小太监来禀：陛下，前朝几位大臣已在御书房候着，求见陛下。国事要紧。陛下简单嘱咐我几句，便起身离去。他前脚刚走，布叔后脚便大摇大摆地进来，一脸嫌恶，递支使薄秋，端水来给我擦手。听我提起陛下，咳肌愈发沉重，他目光闪烁，仿佛在盘算着什么。又想起陛下提起皇后娘娘时的不耐烦，以及在嫡长子与幼子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，一个大胆的念头猛地涌上心头。莫非陛下真的命不久矣？布叔微微颔首，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可太医院那些人，这样的事，他们是如何让太医院上下都咬牙统一口径，说同一个谎的？药灵多虑了，太医院上下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给陛下诊脉的。我还在琢磨此事，嘴里已被他塞进一块桂花杏仁酥，香甜酥脆的滋味瞬间让我把陛下的病情抛到了脑后。怀胎6个月时，陛下心血来潮要去秋寿，他原本想带上我，但我嫌路途颠簸辛苦，吃食也比不得宫中花样繁多，便婉言推辞了。那爱妃就安心留在宫里，朕给你猎只漂亮的狐狸回来。我微微一怔，好半天吃完一整碟杏仁酥，才想起来我刚入宫那年，恰好也赶上陛下秋寿。听梁妃说秋寿可以骑马射猎，还有各种野味可尝，我心动不已，当即连着3日给陛下送杏仁酥，求他带我同行。陛下嘴上嫌我俗气贪嘴，但夜夜都来陪我说笑，好不快活。正当我以为事宜妥当之际，出巡名单上却没有我的名字，我气得哭了一整天，眼睛都红肿了。陛下却视而不见，拉着我嬉闹，末了还笑我小孩子心性，被我闹得实在没辙，他才勉强答应猎只皮毛艳丽的狐狸给我做昭君套。我傻傻盼了许久，待陛下归来时，狐狸没见着，反倒带回一个貌美姑娘。可惜宫外的花儿适应不了宫里的水土，很快就凋零了，就像隔夜的杏仁酥，不香不脆，只配扔掉的命，和陛下这份迟来的心意也差不离。只是这一次，陛下依旧食言了，因为他在追逐野鹿入林时，遇上了一头饥肠辘辘的老虎，
左右随从拼死护驾，但或许是天意使然，他就该折在这次秋收里。陛下躲过了虎口，却被自己受惊的坐骑甩下马背，摔得伤势极重。消息是皇后娘娘亲口说出的，在场的妃嫔无不红着眼眶落泪，更有甚者当场昏厥。我也跟着随大流，放下手里的点心，装模作样的抹起眼泪来。贤妃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跪地请命，要去陛下身边侍疾。有她开了头，众人也一个接一个的跪下，宛如下饺子一般。我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别说下跪，就是起身也得有人搀扶。但我深知这时候不能特立独行，艰难地扶着薄秋的手站起来，却被皇后娘娘叫住。密结于身子不便，就先回宫歇着吧。我抚着肚子，故作深情。娘娘，臣妾和孩子都撑得住，就让我去吧。胡闹！薄秋，还不快护着你主子回去！皇后娘娘领着一众妃嫔浩浩荡荡前往围场，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全然不知，只晓得最后传回来的结局，太医们费尽心机，终究无力回天，也不过让陛下勉强多撑了3日的光景。贤妃对陛下一片深情，怎么也没法接受陛下骤然离世的事实。竟在陛下驾崩的那个夜晚，遣散了身旁伺候的宫人，自己也再没醒转过来。年仅10岁的四皇子，一夜之间父母双亡，转眼就被推出了权力角逐的中心。皇位毫无疑问地落到了始终陪伴在陛下身边的大皇子手里。皇后娘娘自然顺理成章地继位成了太后，我们这些后宫妃嫔也跟着水涨船高，升了辈分，成了太妃。不过眼下明光宫最要紧的还是我这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小家伙性子急得很，哪管什么瓜熟蒂落的道理，说要出来就急着往外冲，谁拦都拦不住。好在这孩子知道心疼我，没让我遭太多的罪。是个小皇子，婕妤娘娘您快瞧瞧。小小的一团，皱巴巴的，丑得离谱，只看了一眼我就两眼一翻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再醒过来时，顾叔正抱着孩子坐在床边，眉目间满是温柔，颇有些贤妻良母的韵味。他见我醒了，还殷切地把孩子往我面前凑。别，我看了他眼睛疼，快先让我吃口东西垫垫。顾叔一脸委屈，阿丑一点都不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要是真不丑，你会给他取名叫阿丑？姐姐说了，孩子取个贱名好养活。行，贱名那么多，他不叫狗蛋，也不叫二牛，偏要叫阿丑，我也懒得跟他掰扯。顾叔叹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把阿丑交到奶娘手里，又给我端来吃食，话里话外试探着我对日后的打算。我埋头专心吃饭，他的话从左边耳朵进，右边耳朵出，半点没往心里去。顾叔停下喂饭的动作，脸色变得正经起来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就当真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我这才察觉他似乎动了气，敛下眼帘回忆了一下他方才的话，琢磨着他大概是以为我不愿意跟他长久厮守，其实他猜的也差不了多少。我现在有儿子傍身，没有男人拖累，逍遥自在的日子正向我招手。我就是脑子坏了，也不会丢下这一切跟他凑到一块儿去。京城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哪家的正经夫人不用出门应酬走动，认出我来简直太容易了。我当然想和你在一起，可阿丑不能没有娘。若他也跟着我走，那岂不是白白丢了皇子的身份？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贪心又不够聪明。这孩子要是随了我，好歹有皇子这层身份在，起码能保他一辈子吃穿不愁。我想挤出几滴眼泪装装可怜，又想起张太医嘱咐过，坐月子期间不宜掉泪，嘴里还含着刚吃的甜酪，半点哭意都酝酿不出来。你果然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顾叔不满地伸手戳了戳我的脑门。我的意思是，等阿周满月之后，就请陛下下旨，让你们母子搬出宫去，到时候咱们行事也方便得多。搬出宫，按旧例，皇子得成年以后才能出宫开府，我还以为有得熬呢，没想到布叔这么快就给我铺了一条通天大道。要知道，太妃的日子再舒坦，活动范围也就那么大点地方，哪里比得上去王府当一家之主来的痛快。我从前跟着娘亲去参加过裕王府的赏花宴，那流觞阁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连花园都宽阔的惊人，想都不敢想，有朝一日我也能拥有这么一座大园子。布叔，你也太能干了，阿丑往后有你照应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我可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你。